来了，客官。娇美少妇照顾患癌老人，是金钱的驱使，还是另有图谋？老人死因非癌，是奸人所害，还是另有隐情？患癌老人死因成谜，小报记者顺藤摸瓜，发现惊人秘密。少妇的秘密，小青放映社即将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青放映社。今天小青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伦理爱情电影《夜关门欲望之花》。小刘是一个36杂志的记者，他报道了一位老校长儿子的死亡事件，但为了博眼球，他对事实进行了歪曲。在老校长死后，他又对老校长的死因感到好奇，由此开始调查负责照顾老校长的女护工烟华。小刘从验尸官那里得知，老校长生前确诊了癌症晚期，只剩半年左右的生命了。蹊跷的是，这老校长才确诊癌症没多久就自杀了，并且将全部财产留给了年轻貌美的女护工烟华。怀揣着疑问，小刘找到了烟华，试图从她口中了解老校长死亡的来龙去脉。刚迈进家门，小刘就开始四处打量这幢房子。他讽刺烟华不用辛苦工作就继承了巨额资产，言语中尽是轻蔑与鄙视。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小刘逐渐意识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年轻貌美的烟华通过中介找到了这份工作，就是照顾癌症晚期老校长的生活起居，并且要对老校长唯命是从，不得顶嘴。等到老校长死后，烟华就可以继承其全部财产。刚到老校长家的时候，老校长对烟华极其苛刻，打翻烟华做的对健康有益但味道很苦的菜，让烟华为自己按摩，仔细到每个部位。深夜痛醒，甚至用凉水泼醒熟睡的烟华，完了还一本正经地说道：甜美的梦一旦醒来，就会感到凄凉和空虚。说完又倒头睡去。面对老校长的蛮横无理，烟华依然尽心尽力，毫无怨言地照顾着老校长。做菜开始注重健康和口味兼顾，衣物床品都亲自手洗，还为浑身散发着药味的老校长擦洗身子。聚会上，人们都羡慕老校长能有烟华这样的娇美少妇照顾，纷纷起哄让烟华上台唱了一首歌。这首歌也是老校长的亡妻和意外去世的儿子最喜欢的歌。聚会结束后，老校长好奇地问烟华在哪儿学的这首歌。烟华说是曾经的挚爱之人教给自己的，只是私人已逝。美丽的烟华，熟悉的歌声，生活的美好开始让这个本已心灰意冷的老校长萌生了对生命的贪恋。但是当癌症的痛苦再次折磨他时，他才意识到这一切只是镜花水月，活下去只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于是被病魔缠身的老校长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让烟华去照相馆取照片，趁着烟华出门的功夫，老校长开始实施上吊自杀计划。当烟华赶到照相馆，发现老校长让自己取的是他的遗照的时候，烟华拼命地往回跑，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救下了老校长。面对着对自己百般照顾的烟华，垂死的老校长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两个人每天一起逛菜市场，全然不顾人们的指指点点。烟华对老校长也是关怀备至。一日，老校长谈起自己逝去的妻子，接着烟华问起老校长的儿子，说他一定是个很优秀的人。老校长一声哀叹，说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年轻没能把持住理智才会英年早逝。然后他又问起烟华，你会不会也离我而去？烟华沉默片刻说，我无处可去。在烟华的精心照顾下，老校长的癌细胞停止了扩散。老校长高兴地觉得可以和烟华相处的时间更长了，他开始每天给烟华带小礼物回来。在和烟华逛市场时，甚至喝起了酒，吃起了生鱼片，还试图与烟华发生性关系。烟华拼命抗拒，用一句妄念生过错，过错引来贪欲，及时制止了老校长。从这之后，烟华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换上了性感的衣服，不断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老校长。她光着身子和老校长一起洗澡，把老校长的头抵在自己的胸口给他喂药，在沙发上穿着性感的衣服和老校长一起看电视。老校长自觉宝刀未老，忍不住地想和烟华做爱的体操，但是不管怎样，烟华就是拒绝和老校长发生任何性关系。这烟花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小刘是百思不得其解。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小刘发现老校长强烈的欲望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烟华一直给老校长喝着夜关门泡的酒。夜关门看似是普通的草，但实际上却是男人的加油站。
当晒干的叶瓜们泡在酒里，它的效果比伟哥还要强10倍。天天喝的话，效果可想而知了。每天喝着叶瓜们的老校长，看着美丽的烟花，怎么也抑制不住想要为爱鼓掌的心。他刮去了胡子，穿上了年轻的衣服，拿着戒指到熟睡的烟华身边去求爱。烟华从梦中醒来，看着老校长问他：甜美的梦一旦醒来，就会感到凄凉和空虚，对吧？这句话之前是老校长用冷水泼醒熟睡中的烟华时对他说的，但此时精虫上脑的老校长似乎并不明白烟华的意思。随后，老校长为烟华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开始为烟华献殷勤，而烟华则不屑地离开了。老校长在外面等了整整1天，夜晚下起大雨，老校长趴在马桶上呕吐。等到烟华回来了，老校长继续对烟华表达着爱意，说自己是真心的。而烟华此时却反问老校长，说当初自己也是真心的，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硬生生地拆散我们？原来曾经的烟华在夜店做陪酒，有个呆呆的公务人员在烟华喝醉时给了他醒酒的药，还对烟华说女孩子不要喝那么多酒。接着又带烟华去喝明太鱼汤，还教烟华唱他最喜欢的歌。烟华在声色场所里面对过太多虚伪的男人，当他遇见一个木讷但真心对自己好的人时，烟华坠入了爱河。这个木讷的人正是老校长的儿子郑焕。老校长不同意出生于书香门第、身处上流社会的郑焕和区区一个陪酒女在一起，两人大吵起来。郑焕厌倦了只把自己当成傀儡的父亲，离家出走了。世间的恶人也许并不长得面目可憎、五大三粗，饱读诗书者也许更为阴险。控制欲极强的老校长随即找来了一群混混，当着儿子郑焕的面轮奸了烟华。他想让儿子知道，这种女人是人尽可夫的。可他不知道的是，郑焕却是真心爱着烟华，虽一见钟情，却爱得深沉刻骨。面对自己的无能和对烟华的愧疚，郑焕走上了马路，自杀了。来到老校长的身边，不过是烟华的一种复仇方式。他拼了命地对老校长好，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让其爱上自己，并充满希望地活下去，然后再打破他的希望，让他永远也得不到。这段日子，老校长仿佛已经走到了天堂的大门，可当他满心欢喜地打开门时，却发现这原来是地狱的入口。就像老校长自己说的那样，甜美的梦一旦醒来，就会感到凄凉和空虚。明白真相的老校长仿佛失去了一切，本来有了生的希望，现在却又一次破灭。他很后悔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如果不是为了自己所谓的声誉名望而强行拆散郑焕和烟华，郑焕也不会死了。悔恨与自责如尖刀一般，一刀一刀地扎在他的心口。最终，老校长带着对儿子郑焕的无限愧疚，再次上吊自杀了。卖情又卖笑，他当初如此对他说，冷酷又绝情。卖情又卖笑，他如今如此对他说，以死之矛攻子之盾。如同绚丽繁华盛开后的伤势，凄淡决裂。当年的他获胜了吗？他失去了儿子。现在的他获胜了吗？他没有了爱人。复仇成功的烟华并没有感到快乐，伴随他的只有失去一切的空虚。他想要卧轨自杀，但此时老校长的灵魂出现，阻拦了烟华。我想导演这样安排，应该是想表示烟华的释然。儿童形象出现的郑焕给了烟华一块白色的糖果，烟华接过糖果，看着远方的朝阳，影片也随之结束。影片中的老校长为了干涉郑焕的婚姻，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结果亲手把儿子给逼死了。而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父母打着爱的名义对子女的生活进行各种安排和各种干预呢？他们似乎忘了，子女并非自己的附属品，也不是用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工具，他们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也许在双方意见发生分歧时，父亲能够尊重子女的选择，而非打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旗号去强加干涉，才是真正的爱吧。好了，小青放映是要打烊了，喜欢小青的客官还请赏个订阅哈，你的鼓励是小青坚持不懈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评论和小青互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他的脸。